我们在一起一开始他对我挺好的，挺照顾我的，慢慢的我也喜欢上他。随着年龄大了，我就想结婚，可是他态度一直不明确。我父母就一直反对我跟他来往，我中间一直做调解，可是一直没能成功。后来我拽着他去看房子，也看上了一套挺不错的，就想把它定下来，可是他也一直都没有个明确的态度。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他把我们共同存钱卡里面的钱取出来去买房子，还写了他母亲的名字。我很生气，他这就是骗我，就是利用我，一直拖着也不结婚。我今天就想他有个说法，有个明确的态度。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徐28岁，来自湘潭，是一名销售；女主人公小端33岁，来自湘潭，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还是那只密码箱，箱子里装着他们之间彼此并不知道的一个秘密。能公开这个秘密吗？我愿意。女生大5岁是不是？是的。可是他们跟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你是隐瞒她的年龄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已经29岁了嘛，可能也有点自卑，就是大龄剩女，当时心情也不好，就想换个环境，然后报了个英语补习班，然后就认识他。因为当时就是那同学都是些年轻人嘛，我也想就大家相处的融洽一点，就跟他们说我也就大学刚毕业，23岁。谁追的谁啊？当时是我先追求了他，后来知道他多大吗？刚开始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啊，我一直都以为他比我小。我们之前见过父母了，那时候我父母还蛮喜欢这个女孩子。等到我们谈婚论嫁了那天，他就突然告诉我他比我大了5岁。我父母知道了，就是坚决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你自己呢？我觉得吧，刚开始我追求他的时候，他就没有跟我坦诚。就是你也介意呗，是这意思吧？你介意的是年龄呢，还是说他骗了你？都有。这分手多久啊？1个月，然后回来他又过来找我，可能就觉得找个小女孩没有我像我这么照顾她。不是，他都找了你，你们来我们这儿干嘛？复合之后他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就回家经常打游戏什么。有一次我都生病了，就看他上班挺累的，我也就没叫他，自己去挂了个急诊。完了回来第2天他也没问我咋回事儿。当时那天晚上已经睡着了，我当时也不知道那么严重。可是你第2天完事儿了，你不也没问我吗？那我不是看你好了吗？等于他对你很冷漠是吧？对，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那你这个岁数也该谈婚论嫁了，你不跟他提婚事儿吗？也提了，他们经常就是一直推脱，说先把房子看好，慢慢存钱什么的。有再见过他的父母吗？之前见过，之后就没见过。为啥不见呢？他也跟我讲了，就他家里不同意嘛，我们就等于是现在瞒着他父母，就一直处着呢。现在家里人完全不同意，我每次回到家一提这回事儿，还没刚口说这个意思，父母就完全。那你现在到底是想结还是不想结？我是释怀多了，但是我家里人这么说，如果你还跟他继续交往，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哦。那你干嘛还跟他交往啊？父子关系断了吗？我问的是实话吗？你事实是在交往，你们父子关系断了吗？我家里人还不知道我。那就说你骗你父母呗。对，姑娘说她拿你们俩存的钱买了房子了。对，我是拿我自己工资卡里的房去买。什么叫你的工资卡呀？我们当初是怎么约定、怎么协商的？主持人，你不知道，当时是这样。我肯定不知道，你说。就当时嘛，因为我们俩也不想当啃老族，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存点钱，付个首付，然后买房子，存了个12、13万了。卡是谁的？是他的工资卡，因为当时商量把他那个工资卡就直接不动了，就当我们以后买房的这个住房基金，然后日常开销就是花我的钱。这工资卡平常谁管？平时都搁我这儿的。之后我们也看到一处合适的房子，就定下来了。然后不是贷款买房子嘛，就得去银行打流水，看我们到底可以贷多少钱，然后以后怎么还多少年。然后他就把他工资卡拿走了。之后我就觉得，哎，怎么过了一段时间，这事儿还没出来？我问他，他就支支吾吾的。直到有一天，
我去问那个售楼小姐，就是说我们看好的那个房子有没有被其他人买走，然后售楼小姐都挺惊讶的，她说怎么回事呀？你们那房子不是买好了吗？然后我回来就问他，他也就支支吾吾的。我问他那房本写谁的名字，他告诉我写他母亲的名字。我们本来是这样商量的，刚开始说我们还30年房贷，那时候正好我妈知道这事情了，她说这样子还房贷压力挺大，干脆把这个房子一起买断了。不对啊，想办法。你怎么跟你妈说你看上房子了呢，兄弟？我在家那时候待了1个多月，然后我就、你说你交了个女友？没有，我那个时候也你怎么跟你妈说的？咱们在这说实话，我听听。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提了，我们新建那块小区那个房子挺不错的，然后我就说我想以后就是在那里住，然后说我现在也存了一点钱，想把首付交了，我打算做30年房贷还。他说你这多累啊，那干脆我这里帮你买了，然后他也不放心把房子给我，因为之前就是因为跟他的事情。他觉得我太容易被女孩子骗了，不放心，说以后万一又找个哪个女孩子房子给人家骗了，写了人家一半名字，就是说还不如写自己名字，以后给我们保障。那你干嘛不跟人说呢？当时真没有跟他说，然后我妈已经出钱把这个房子买了，我就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这个事。那你那点钱还在吗？你们俩一起攒那个，你承认一起攒这个事儿吗？承认。承认啊，还好，承认就好。那你现在还想跟他在一起吗？我们当初就约定了，等我这边家里人说服了，再考虑以后结婚的事情。啊，你说服了吗？我每次回家有说这样的事情来着，但是我家人到现在一直不同意，觉得这个女人可能心机太深了。处了3年了是吧？对。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想他给我一个说法，就为什么一直拖着又不结婚，这3年几乎我比较好一点的时光全浪费在他身上了，完了现在房本还写他母亲的名字。那就算写我母亲的名字，这房子以后也是我住，也是我们住啊。那我可没保障啊，要以后你跟我分了，那房子还是你母亲的。这以后事情谁说的准啊？对，这个话确实是句实话。哎，那你以后还想跟他住一起吗？我们现在一直在一起啊。以后，他只要不这么天天逼我的话，我觉得逼你什么？就是逼我跟家里人天天。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结婚？你俩把家里人这关过了，我不可能。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家里人这关过了？我尽可能的。如果一辈子这关都过不去呢？你总得给女孩一个说法吧。分手是一种说法，结婚也是一种说法，总得给个说法，你给个说法嘛，兄弟。我觉得他就是在欺骗我，这很重要吗？这5岁代表着什么呢？哎，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剩下的时间留给老师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们做过一调研，叫《剩女的自白书》。我们调研显示女性超过26岁以上，我是剩女的这种感觉就是愈发的强烈。28岁到34岁之间，基本上1半以上的女性会觉得我就是剩女，很焦虑。超过34岁之后，她就习惯了。你正处于焦虑的这个阶段，焦虑的阶段它是2种结果，一种是积极的心态。我很积极努力的去找对象，但还有一种焦虑，就是认为自己是剩女了，自己把自己身价就打折，在本该对等的恋爱关系里头，你率先心虚自卑了，把自己身价自己就降下来了。你现在就是这种状况，你跟着他一个你觉得可能比自己小的岁数比较多的，对吧？5岁的这个男生，你是自卑的，所以导致了现在。就这么一个男的，你居然还看不透，还不离开他，不麻利的赶紧走。同样一个人，对吧？谈着同一段恋爱，同样的感情，23岁就能坦然的相恋，33岁就不能踏实的相爱，完全是因为对方这个人是一个腹黑男啊！你不光欺骗了这个女孩，你还欺骗自己父母，本心里呢，你又觉得吃亏了，对吧？你比他小5岁。你觉得自己吃了天大的亏啊！你一边站着还一边嫌弃着，你就捏着他对你那点歉意，你再榨取他对你的贡献
小伙子，给个痛快，我们做坦坦荡荡的人。如果真是不能在一起，你觉得真是你吃不了这个亏，咽不下这口气，分手。但是我告诉你，分手之前，咱们先把账给算清楚。他为你付出了多少？我们既然是在算一本账，对不对？不是谈一份感情的话，那我们就明算账。你那个钱里头，买房的钱里头有多少是人家的？把该给人家的债还完了，我觉得就坦坦荡荡说再见。现在的女孩子啊，真的是挺辛苦的，挺艰难的，因为铺天盖地都是他们这些机构做的那些所谓的调查，然后总是在告诉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无孔不入的告诉你，赶紧趁年轻找人结婚，要不然你就惨了。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声音，这个女人不焦虑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呢，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05年开始，北美洲的主动选择单身生活的女性已经超过了51%，越来越多的女人自主的选择单身还是结婚。单身不代表独身，你依然可以谈恋爱，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女人要自主，你是你自己的生命主宰者。现在我就来问咱们的这个小美女，这件事如果到此结束的话，你的损失有多少？如果你再投入一个2年，你的损失会有多少？这个不好怎么说。你愿意这样的状况继续再一个2年，再一个2年，再一个2年的投入吗？所以我就想他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嘛。为什么一定是要他来给你判决书？为什么你不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女人是跟男人一样的独立个体，不需要男人来做判决。这个女性朋友认真听这段话啊。女方一直以来给男方营造一个印象，我就是比你大，所以我欠你的，我就应该对你好，无条件的。尤其是在男生知道你的真实身份、真实年龄之后，他更这么认为。哦，原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欠我的，本该如此，所以我也可以骗你的。用时下的说法来说，你给他买房子的那部分钱叫做青春损失费。不要再说自己很纠结，也不要再说是在瞒父母，也不要说我不能给你一个答案，我现在正在非常迟疑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心里大概是想好了的，甭管是分与不分，这钱是拿不走了。谁让我比你年轻5岁呢？你还说你的大好青春赔给了我，我才是大好的青春赔给了你呢，我拿你那点钱算什么？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要形成这种默契。我们没见过这么傻的姑娘，还没在一起，居然就把自己所有的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一个这样的磨磨唧唧的男人身上，结果自己到头来连张借条都没有。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小 Z， 你是不是觉得你比他小5岁吃了亏？你是不是这样认为？说实话没关系，今天到这儿该有个了断。有这么想过？所以我想告诉你一点是，其实啊，年龄大小真的不算什么。不要觉得这是一种亏的想法，不要因为你父母给你灌输这样的概念，或者我们传统当中有这样的概念，认为找了一大老婆在朋友面前特别没面子。其实找到一个像这样傻乎乎的，真心实意对自己好，婚都没结就把所有都交给自己的女人，将来会挺幸福。你好好考虑。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这就是亏的话，那我想其实你也应该跟你的母亲说清楚。我不相信他老人家也像你一样这么喜欢占便宜。好吧，就这样。兄弟，我还是最后再问你一次，打你的内心打算过娶她吗？在知道了她的真实年龄之后，你打算过娶她吗？得了，我知道了，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自己去把这点账算清楚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吧，我对你都挺好的。如果你要真的找一个小女孩，说不定都没我对你这么关心、这么照顾呢。我当初跟你在一起那1年里，我觉得真的很幸福，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一直无法释怀。可是这个事情不是过去了吗？那我不可能违背家里人的意见。你不是找一天跟你父母说不就完了吗？
问题是现在父母一直不同意。你要知道，不被父母……来，我们坦白一些好吗？我听到这段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些什么。你妈是不是已经给你找到了她认为好的儿媳了？没有，没有，她干嘛给你买房子？既然我也不小了，该找个对象。好，在你妈给你买房子之前，真的没有问过你这2年住到哪里了吗？经常有回家，每个月都有回去1、2次。每个月只回1、2次。妈妈这么想儿子急着结婚都没问过吗？你撒了多少谎啊？一个活在谎言里的人有意思吗？我之所以在这儿突然我要问，是因为我看这姑娘太可怜了。你不如给人一个真相啊，兄弟！你妈的节奏完全是在给你筹备婚礼的节奏啊！你为什么不能给她句实话呢？那箱子里有秘密吗？你告诉我，秘密大吗？大到你没有勇气说出来是吧？行吧，把箱子拿去给姑娘吧，姑娘把箱子给她吧。哎呀，请回，请关门。这女生跟她换箱子的时候，那个肌肉都是抖的。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要是女生会离开这个男生吗？选择会是赞成，不会是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88.46%的观众说会，11.54%的观众说不会。你也是反对的，对吧？对。理由呢？我觉得这男生对女生呢不是爱，因为如果他爱她的话，他不会在乎她的年龄，在爱情里边年龄不是问题。有规划过多大之前把自己嫁出去吗？30岁以前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到了30岁会比较理智一些。来，男生打算多大结婚？我也没有具体规划。没有规划哈。看好他们吗？我不看好。理由？我觉得爱情是2个人的，不能说只有一个人付出，另外一个人他太幸福了。哎呀，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5、4、3、2、1，请开门。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稍后继续。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这个女生是个好女生，你会发现其实她对她表白的时候还是一往情深的，所以我可以深信不疑地说，男生的那口箱子里面一定有个大秘密。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这个秘密是可以被公开的，所以女生即使把那个秘密放在那里也是厚道的。但是这个女生选择的，即使离开还是对男生做保护，把那个秘密还带走了。所以就希望那位男生做人厚道一些，宽容一些，如果可能跟你妈妈商量，把钱还是给女生吧，别什么都你们家占，对吧？人生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就是我们不要亏欠别人很多。你觉得占了生活的便宜，生活一定会向你要回来。